俄军发飙了，加大了打击力度。普京也证实，俄军一天就击毁了15辆德国豹式坦克。还有消息说呀，这俄军的打击方式，离奇而且高效，让人叹为观止。大家好，我是张斌。据报道呢，普京和白俄罗斯的总统卢卡申科他会面的时候啊，卢卡申科就跟普京提了这么一件事儿，说在这个不久前的一次遭遇之中啊，你们俄军一次就击毁了15辆德国豹2坦克和20辆美国的布雷德利步兵战车。普京一听这话还挺高兴的，显然他是同意了这个说法，而且普京还表示啊，这显然我们从未在一天之中摧毁过这么多的装备，而且普京认为啊，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乌军已经完全换装了由他国提供的武器。普京还紧接着补充说，从6月初乌克兰发起反攻以来啊，已经损失超过26000人，乌军的反攻已经失败了。普京还称，为乌克兰方面去作战的这些外国雇佣兵也遭到了重大的伤亡。那么现在我们从各方面所汇集来的各种消息来看，这个近期乌克兰的损失确实是非常严重，不论是装备方面还是人员方面，确实都是有很大的损失从装备方面上来看呢，那正如普京所说的乌克兰的家底基本上快耗光了，所以呢，它主要是靠西方的援助在这边支撑。目前呢，乌克兰把西方和美国援助的这些重武器，你比如说坦克和装甲车，主要就划拨给了这个乌克兰它那个王牌部队第47旅吧。但是呢，数量上是严重的不足，而且在俄军的打击之下，这个战损率还非常的高。还有一些未经证实的消息说说这个俄军打德国的豹2A6坦克的方式挺离奇的，出人意料之外这俄军用什么呀？他用一架这个价值也就是大约2000块人民币的这个4旋翼无人机，下边绑着一个苏联时期生产的这炮弹然后这个无人机就飞出去了过那么10分8分钟，这无人机绑着这个炮弹就去击毁了造价至少750万美元的豹2A6坦克。咱们现在还没有看到说网上有俄军这么打乌军装甲部队的这个视频不过网上倒是有一些这种打法的照片，可你也不能确认就是这次作战的照片。但是这种打法确实是已经应用了不管是乌克兰那边还是俄军这边都用过这种打法，这可谓是一种性价比极高的高效打击方式。俄军现在的战术就是用这个雷区来组织减缓乌军的装甲部队，然后派出他海鸥的无人机进行侦察然后呢，及时得到这个信息之后就发射他的柳叶刀的巡飞弹或者是自杀无人机，或者是其他像这个土法上马的这种无人机打法，就开始实施打击了。你还别说，还挺有效的。如果说有炮火支援的话，那就用重炮来轰击。如果说乌军有这个步兵随行，就是搞这个步坦协同往前推进的话，俄军这边呢就尽量的是避开乌军，他尽快的撤离走，然后就召集炮兵这个火力这个进行覆盖。那这种打法让乌军呢是伤亡非常的大。最近几个月，我们注意到俄罗斯的军工生产呢也开始提升了。你就比如说这个柳叶刀巡飞弹的产量，它上升的是挺快的，而且成本呢又不太高，俄军也用得起。这仗打到这个地步其实就是在那儿拼家底，就是看你家底厚不厚。乌克兰你还怎么能拼得过这个俄罗斯呢？战争比拼的，它就是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你就包括人口资源财富以及你的工业能力。